Hello，今天呢是2020年的11月21号。然后最近多伦多疫情其实挺严重的。然后呢，昨天省长呢也是颁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多伦多呢也再次封城了。所以我们其实也现在不太敢出门。然后呢，我在刷 social media 的时候呢，就刷到了 HelloFresh 的广告。这个网站其实我之前有听说过，是在澳洲、新西兰那边比较火的。就是你可以上网订购一些食材，然后它每周会运营新鲜的食材送到你家里。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菜谱，那价格肯定是比出去吃便宜。同时呢，你也是自己在家里做的，所以也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选择吧。然后因为现在都封城了嘛，所以我就因为好奇就尝试了订了我的第一箱 HelloFresh。所以呢，这期视频就来做一下这个相当于开箱的一个视频。那我先把箱子拿过来。它这个食谱呢是每周可以上网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菜的。然后呢，我就在网上选了4个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它第一单其实是有折扣的。这就是网上可以选餐的一个界面，然后它默认会给你4个餐，现在是这4个。当然你不喜欢的话可以换。然后这个菜它有一个绿叶的标记，就说明它是一个素食的一个菜，里面没有肉的。然后下面可供选择有另外的20多个可以选。如果说你不喜欢其中一个，就点减号，然后你就往下面选一个你喜欢的菜，一般是不要加钱的。但是如果像这个，它就是要加2块9毛9一个，那我们就不要，换一个，然后换一个看看别的，比如说这个鸡肉看上去还不错，然后加上去之后点 save 就可以了。它这里每个餐呢点进去之后都会显示它的要准备的时间和它的卡路里，还有它的难易程度，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来选择下一周的菜。比如说这里这个 bowl 要30分钟很 OK， 然后800卡有点胖，然后难度是 medium， 那我就可能就会考虑要不要换一个，因为我点这个餐就是为了不要太麻烦嘛。然后这里所有的原料，你甚至可以点它的那个 recipe， 点进去之后它会有详细的步骤，说这个是怎么做这道餐的。然后它的这些信息呢，和之后寄给你那个箱子里面的那个纸上面写的是一样的信息。它的步骤看一下，好像稍微有点麻烦，然后我就把它换成了一个猪排。所以呢，算下来差不多是45块钱一周，然后包括4顿饭，然后是2人份的，所以平均其实算下来一个人1顿饭也就5、6块钱，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吧。这个箱子打开之后呢，它是有这样，因为我点了4个菜谱嘛，所以它帮我分好了4个袋子。好，那就现在来看一下每个菜谱和每个袋子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吧。先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手册吧，然后里面主要是教你怎么用他们的 app， 然后怎么来做一些他们的菜，还有就是他们有不同的选择，就是一些广告吧。然后呢，我点的4个菜，它每个菜都给了我一张菜谱。比如说这个吧，这是一个 burger， 然后它就会教你它里面盒子里面有什么材料，然后它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做。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唯一需要准备的就是一些非常基础的，比如说是油、盐、胡椒粉这种东西。除此之外，所有的东西包括酱料、食材，包括香料什么的，它全都在这个袋子里面会准备好给你的。首先第一个袋子，这个是我点的一个猪排的一个餐，打开看一下，它上面都有营养成分表，其实是比较健康的一种。这个是香菜，然后会有几个小土豆，好冰，我现在能摸到好冰。因为他们那个送过来的箱子是冷供应链吧，相当于，而且现在天气是挺冷的，放在外面挺好的。然后这是你需要用到的酱料，包括蒜，它其实只会给你几粒，但是这几粒就已经够用了。这个是 cheese 吧，可能还有玉米粒，peppercorns 也是一种香料。这个是mayo， 还有一些土豆和蒜。这个应该就是我做菜需要用到的所有的一些食材。然后肉的话呢是在下面一层，
因为呢它都是有冰袋在这边帮你保温的，所以肉是不会坏掉的。然后这个就是猪排2人份，然后呢这个是一个 burger 的袋子，看一下有没有什么2个小面包，这个是 pickles 土豆，就是沙拉叶子，它其实就给你一点点，就正好做这一道菜的。还有一些酱料，这个红洋葱，一些各种酱料，就是做 sauce 的吧。还有 cheese 饭头，肉糜，就是里面那个肉饼也是要我自己做的。这个是那个牛肉丸配土豆泥，西兰花，还有很多这种小红薯。土豆泥也是要从土豆开始做的。酱是 barbecue seasoning。牛肉丸用的也是这个，跟汉堡里面的那个肉用的是同一个东西。最后一个我点的是 roast chicken， 是烤鸡，然后会配上一些蔬菜，还是土豆。为什么每个袋子里都有土豆？哦，感觉好像土豆就是他们的主食啊，不然他们也不吃米饭什么的。然后这是香料，还有一些酱、调料，所有的粉。胡萝卜，完蛋了，不是胡萝卜。然后还有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它给的是鸡胸肉。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拆箱现在看下来还感觉不错，就是不知道之后做起饭来是不是真的那么省事。所以我打算接下来那一周把这4样东西做一下，然后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只要30到40分钟就可以准备，然后看看做出来的好不好吃吧。OK， 今天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汉堡，做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的步骤看着不算太难，先把薯条烤一烤，然后把那个肉饼煎一煎，然后调酱汁，同时可以烤面包，最后就做完了。我现在不知道我做完有没有那么好看啊。这是所有的食材：面包、肉、土豆，然后洋葱、蒜、pickle 和这个沙拉叶子，还有它所有的酱料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这份上面卡路里说做完之后是要970卡。我天呐，我今天晚饭只能吃沙拉了。40分钟，现在是12点，看看到时候12点1点之前能不能做完吧。现在我们开始做了。我们现在在调 gravy 酱汁，薯条烤好了。OK， 我们终于做完了。这个是照片，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看一下，看着还可以吧？这个看着好看一点，看来盘子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共做了1个小时16分钟，然后他说40分钟。现在我们尝了一下这个薯条和这个 gravy， 因为它酱料都是给好的，所以做出来味道还挺好吃的。然后再尝一下这个汉堡吧。汉堡好吃吗？汉堡也很好吃。OK， 今天准备做第2道菜，是这个肉丸配土豆泥和西兰花。然后这里写35分钟可以做完，材料其实很少。然后这次这个步骤看着不是很难啊，先是把那个土豆烧熟，然后肉丸进烤箱煮西兰花，土豆压成泥，然后肉丸放一些酱料，就可以装盘了。看看这次要多久才能做完吧。A few moments later. OK， 我们现在做完了，看一下，感觉和这个照片还蛮接近的啊。用了多少时间？我觉得应该超过35分钟，但是不会太久，可能40分钟左右吧。尝一下吧。这个是上面的那个酱是 barbecue 酱，好吃吗？好吃。好吃啊。好吃。好了，那就先吃了。好，今天这个是我们做的第3个菜，是一个 roast chicken， 配很多蔬菜。然后这个他说要做40分钟。OK， 就是这样。OK， 我们做完了这个是照片上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实做的。我的这盘因为我不吃胡萝卜，所以颜色可能没那么好看啊。它的这份有胡萝卜，看上去其实跟照片挺像的啊，角度不一样，而且鸡胸肉没切块。那个蔬菜烤的时间挺长的，所以那个酱汁稍微有点厚了。下次时间控制好应该还行，那就吃了。好，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餐，是猪排。他说是35分钟，然后材料是2块猪排，还有这个 parsley。这 parsley 就是它盒子送来的时候是礼拜6，然后今天已经是礼拜5了，所以已经放了快1个礼拜了，在冰箱里看着还是挺好的，没有那种已经枯掉的。A few moments later. 好了，我们做完了，这个是照片，这个是我们做的。
其实这个不是很难，但是整体看上去量挺少的，不知道能不能吃饱。好，那我们就开始。这一周用下来，这个 HelloFresh 呢，我觉得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这里有记一下，我个人感受的优点和缺点，来做一个总结吧。先说缺点吧。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网站上面写的是你所选的那一天，我选的是周六，早上8点到晚上8点会放在你家门口，但是我并不会收到通知说是已经送到了，所以这个时间其实给的是很宽的，我也不知道它是具体什么时候送到的，有可能他早上8点送到了，然后我中午12点才发现，那这个箱子就已经在外面放了4个小时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就是食物会有点坏什么的，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缺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价格如果不打折扣的话，其实也不算太便宜，是4顿饭2个人是89块9毛9，然后再加上运费要9块9毛9，就相当于100块钱，然后平均下来一个人一顿饭是12块5。这个价格呢，其实是会比去餐厅吃或者说叫外卖便宜，但是绝对会比你去超市买菜然后自己在家里做菜要贵不少的。第三个我觉得不好的就是它的量其实没有很大，就是如果在减肥的话，其实这个量还可以，但是对于男生的话，比如说我男朋友他那一顿饭只能吃到6、7分饱左右。然后来说一下它的优点啊，它的优点呢就是你每周都可以去编辑你想要下周来送的那个餐，然后它有10几20个选项里面你可以选出3个或者是4个餐，所以说你的选择还是很多的。而且呢，你还可以选 family friendly 或者是有 veggie 的选项，如果你是吃素的话，而且还有那个 carb smart， 就是它会给你碳水少一点的那种选项，这样其实对健身节食的人来说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它菜谱其实是很详细的，就是一步一步的会告诉你步骤，还有就是它的味道其实还蛮不错的。我们点的那4个菜，除了那个鸡胸肉，我们不太喜欢吃它的那个叫什么包子甘蓝，还是叫龙眼卷心菜，就是那个小的卷心菜，真的是我们个人口味不太喜欢。另外3个菜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甚至我觉得跟外面餐厅的水平是差不多的。最主要的是它的那个酱料是它的灵魂，就是它给出来的那几个酱料的味道调得非常好。还有就是它的包装大多数都采用了环保的材质，除了那一包包小的那些酱料包之外，其他的纸袋子啊，然后纸箱，甚至冰袋，把里面的水放掉之后，外面那个袋子虽然说是塑料袋，但是它也是一个可回收的一个材质，所以这方面我觉得环保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第2周和第3周是打75折，然后运费不免，所以这样算下来其实是77块钱左右，就是2个人4顿饭，平均算下来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比我们叫外卖便宜一些。所以说第2周第3周我还打算继续续订的。接下来我可能会试一下其他的一些那个 food box，因为这边还有chef's plate， 还有good food，其实品种还蛮多的，然后我想也试一下看看哪个最好。因为最近疫情真的非常严重，我们这2个礼拜都没有去超市买东西，基本上都是吃这个 HelloFresh 和叫一些外卖。然后我觉得 HelloFresh 比外卖稍微便宜一点，总不能天天吃外卖吧。它肯定是以西餐为主的，如果说你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味的话，可能真的是不太适合。我们是可以吃一些西餐的，但也不会天天吃，所以我们周日吃了，周1吃了，周2就不想吃了，然后周2就叫了外卖。但是1周这样4顿这样子的西餐，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啦，感谢你收看，下期再见，拜拜。